我参加女团选秀节目时，因长得漂亮又没背景，被许多人针对。我向公司诉苦，他们却警告我羽管，你的任务就是衬托张书月，别想着什么出道，要是有意见就给我滚出公司。张书月也嘲笑我，你算什么东西，也敢跟我抢风头，得罪了我就等着被全网黑吧。他在直播里故意害我出洋相，被全网骂滚出娱乐圈。我破防了，开始在节目中对天对地，跳得这么难看也好意思抢 C 位。人类进化的时候是不是忘记带上你了？醉就去舔马桶盖，别在这巴巴，物以类聚，人狗殊途。原想着干完这票就收拾回家种地，谁成想我竟爆红全网。让我们真正举起您手中热辣对人正文。开始了。当我从枕头底下翻出一根足10厘米长的细针时，再也忍不了了。我转身质问同宿舍里的其他3人，这根针是谁放的？你们这样做就不怕闹出大事？我去跟节目组举报吗？此刻是午饭时间，他们将节目组送来的盒饭打开，摆在桌上，听见我的话头，冷声嘲笑道，这针是从你枕头下面翻出来的，那肯定是你自己的呀，无凭无据的，你别冤枉我们啊。就是这种栽赃陷害的把戏，早几百年就不流行了。你不会是为了博话题度，故意这么做的吧？况且一根小针而已，就算扎进去又能出什么事？你有什么证据跟节目组举报啊？谁不知道你想出道想疯了，自视清高，孤立我们所有人啊！他们幸灾乐祸地看着我，仿佛笃定我没有证据，不能拿他们怎么样。张珠月甚至挑衅地看着我，意味深长到你有能耐就去告啊，看看节目组帮你还是帮我们旅馆，别太把自己当回事。我气得眼眶通红，攥紧银针，扭头跑出去给经纪人打电话。周姐，张书月这次太过分了，参加选秀节目本就是各凭本事，公司难道就不能管管他吗？周姐那边似乎很忙，回答我的声音充满了敷衍和不耐烦。的确是各凭本事，但你不会以为你出水平极高，靠着勤勤恳恳唱跳就一定能出道吧？别天真了，我可以明确告诉你，张书月虽然表现平平，但她粉丝多话题度高啊，出道的肯定是她，公司也是把精力都压在她身上的。你出舞台抢了她的风头，被针对也是活该。接下来的日子，好好衬托张书月，做好你的绿叶，别想着什么出道，否则你就给我滚出公司吧。我和张书月是同一家经纪公司，同期签约的练习生，不同的是，我是个毫无背景的纯新人，而他在其他平台有千万粉丝。半个月前，闪亮女生选秀综艺海选，公司把新人送去参赛，本没有对除了张书月以外的人抱有希望，谁知我在海选时大放异彩，就这么被选进了节目。公司知道后连夜给我打电话，明里暗里暗示我要多照顾张书月。我知道公司的意思，我也想出道，于是我一边自己努力练习，一边想着帮张书月提升唱跳能力，想着这样也算照顾。谁知他却抱团，带着同宿舍的其他2个女生一起欺凌我。他粉丝多话题度高，跟着他混能抢更多镜头，其他人本就不是什么善茬，自然乐意针对我鱼。是他们往我的护肤品里掺东西，害我的脸过敏。好在我带了过敏药，只耽误了1天的练习时间。他们又在我演出前藏起我的服装和道具，害我出现演出事故，被节目组和小队成员责备，甚至每次训练时都将我排斥在外。每当我想纠正他们的动作，他们便会翻着白眼道，就你懂，装什么呀？谁稀罕你教？真以为自己跳的有多好就能出道吗？哗众取宠，以为这样做我们就看不出你是个绿茶。因为是在录制节目，我不想惹是生非影响出道，所以都忍了。但今天的事我再忍下去，恐怕命都要没了。周姐的话我虽然早就知道，但还是难以接受。凭什么你们就这么笃定他能出道？我不能。周姐嘲讽道。
你不会真以为娱乐圈是凭努力就能红的吧？你是长得不错，业务能力也好，这次好好走剧本好了。张书月以后吃点他指缝溜出来的资源，你也能活。我这不也是为你好？我咬了咬牙，不甘心道，可是我什么都没做，他就这么针对我，以后有资源还会落到我头上吗？周姐急着挂电话，不耐烦道，这也没办法，要么你想想怎么跟他缓解关系呀。这个圈子就是这样，要么红要么滚，有本事你能比张书月红啊，下次别因为这种小事给我打电话了。说完，他便干脆利落的挂断了我的电话。我看着结束了通话，叹了口气，没有勇气再打回去。我起身一转身，却对上张书月幸灾乐祸的目光。他抱着胸靠在墙角，不知听了多久，居高临下的睨着我，轻蔑的瞥了眼我的手，鸡告状失败。旅馆你真可笑，难道进这档节目的时候，公司没跟你说，你只是来衬托我的炮灰吗？我抿着唇，想到周姐说过的讨好她的话，勉强撑起笑容道，说过她脸上嘲弄的笑意更盛，那你还敢跟我抢风头？你算什么东西啊？一个没资源没背景的新人。他这话说的直白又难听，可我却不得不忍耐，且带着几分卑微。我没想过和你比，我只是想做好自己该做的。你该做的就是当个小丑衬托我，然等着被节目淘汰。我最后给你一次机会，明天下午的直播你想参加吗？听见他的暗示，我眼眸微亮。选秀节目每期结束后，都会随机邀请选手参加直播，通过互动采访等方式为他们拉票攒人气。说是随机，但大家都知道，这种好事只有有点背景的人才能被邀请，根本轮不到我。张书月的话让我燃起希望，我以为他也觉得自己太过分，想收敛些，只要我按照公司说的去讨好他，他就能和我好好相处。我立马点头道，我想。张书月眼中闪过一抹意味深长的讥讽，行，我跟节目组说说，这个面子我还是有的，明天好好表现啊。第二天我果真收到了节目组发来的直播邀请函。张书月看见我激动的笑容，是笑到现在，知道谁才是真正有本事出道的人了吗？旅馆仅凭努力，你拿什么跟我玩啊？我笑容一凝，随即点头，笑着附和了他。张书月的确有些实力，就平台其他平台千万的粉丝量，他在圈子里的人脉和话语权就不是我能比的。但我不服输，我想要出道。我暗下决心，以后尽量不要得罪他，我俩最好能做到双赢。出道位有7个，不是非要争个你死我活。若是能靠着他争取到镜头和资源，我可以按照周姐说的当好我的绿叶。直播很快开始，主持人按部就班的 Q 流程，我被挤在角落，镜头和说话的机会很少。就在这时，周主持人要我们随机挑选道具，现场跳舞随意发挥，这是最吸粉的环节。本来轮不到我，谁知张书月突然推了推我的胳膊，到旅馆是我们宿舍舞伴，让他上呀。我以为他只是为了凸显自己的大度人设，故意这么说，于是谦让道书月最近跳舞进步很大，你去吧。张书月背对着镜头朝我翻了个白眼，叫你去就去，废话那么多干什么？众目睽睽之下，又是现场直播，我虽然心里起了一抖，但仍是起身。当我拿到道具时，就知道这是没那么简单，因为盲盒里赫然是一条超短裙，短到稍微动作幅度大点就快要遮不住屁股那种。我深吸了一口气，抬头看向其他人，他们似乎早有预料，都幸灾乐祸地看着我，没有一人有要替我解围的意思。我扯了扯裙子，转身往更衣室走，好歹是个出镜的机会，而且我穿着安全裤，只要动作幅度小点，应该没什么问题。谁知我穿好短裙，刚跳没几个动作，裙子突然一松，哪怕我眼疾手快地捞住裙子，没让它往下掉，
但我的动作同事暴露了发生的情况，主持人脸色立马垮了下来，其余女生露出戏谑的嘲笑神色。好端端的，怎么会出现这么大的事故？难道节目组不事先检查道具吗？主持人立马反驳，怎么会呢？每个道具都是工作人员认真检查过的。既然不是道具的问题，那么所有人意味深长地看着我，我眼神一凝，立马想要解释，然而还不等我说话，张书月突然叹了口气，神色颇为苦恼道：羽管，你这次太过分了，平时录节目的时候喜欢出风口，抢大家的镜头就算了，这次直播间上百万观众，关乎着节目组的名誉和工作人员的努力，你出这样的事，实在对大家很不负责任啊。他话音刚落，包括主持人在内的其他女生都嫌恶地盯着我，难怪他这么着急要表现自己，还故意选这种裙子，原来是为了博取眼球。他刚才挑到这件裙子的时候，还问我书月要不要，该不会是知道裙子有问题，想要陷害书月吧？真是细思极恐。我记得旅馆在宿舍，人缘很差呢，都没人愿意和他玩。以前还纳闷呢，现在总算知道原因了，有这么一个爱出风头又心思歹毒的室友，书月居然还愿意带着他玩，他真是太善良了，加七嘴八舌，完全不给我辩驳的余地。当然此时此刻，就算我反驳也毫无作用，因为直播间的弹幕已经炸开了锅。我去，这女的谁啊？如果不是我们月月带着她，我都不认识。这女的恩将仇报，明知裙子有问题还想陷害月月，真恶心。我觉得她就是故意的，想要用这招博眼球，说不定还能吸男粉呢，真有心机。难怪大家都不爱跟她玩，有些人被讨厌不是没有原因的。排名居然还在30多位导师，给的评级比月月还高，凭什么呀？就是我要去给她刷恶评了，这种女的就该滚出节目组，滚出娱乐圈，我也去刷，让旅馆早点滚出去。出了这种事故，直播只好暂停。我神情尴尬的去更衣室换衣服，出来时便看见张书月和其他女生正有说有笑。我傻，刚才换衣服的时候便已经琢磨过来，张书月并非好心邀请我参加直播，他是故意想害我出丑。事到如今，再想怎么缓解关系已经是天方夜谭。我拎着那件裙子，面无表情的朝张书月走过去。我从没想过与你交恶，宿舍里针对我的事尚且能算小打小闹，可你为什么非要毁了我？张书月笑盈盈的回头，眸光在我身上，极其不友善的裙索性也不装了，冷笑道：谁叫你自以为是，真觉得自己唱歌跳舞行，就能压在我头上了？羽管，这是我给你上的第一课，你还是早点滚回你的乡下种地吧。我出身农村，是靠着颜值被公司签约，然后拼命训练才有了今天的业务能力。这件事几乎整个公司都知道，但在张书月看来，我的努力就是个笑话，其他人也纷纷附和他。娱乐圈可不是你这种乡下妹能混的地方，一想到以后有可能跟你这种人成团出道，我就恶心。再说了，裙子是你自己要穿的，又没人逼着你，自己想出风头，怪得了谁？赶紧滚出节目组吧，否则就不止出这么点直播事故了。张书月抱着胸，得意洋洋地看着我，一副我拿他没办法的样子。我也的确拿他没办法，他在快银有1000万粉丝，积累的财富人脉自然不是我努力就能比的这多。事故传出去后，公司肯定会迅速与我解约，没有背景，没有人脉，再加上被张书月等人如此针对，我出道的可能性也几乎为零。既然横竖都是绝路，那我又何必再受这个气？我的大脑几乎是一瞬间就清零了，什么隐忍，什么资源，在这一刻被我纷纷抛之脑后。我几乎是毫不犹豫的将手里的裙子扔到了张书月那张小人得志的脸上，接着迎着他们正愣愣的神色，我毫不客气的骂道：是，
知道你唱歌跳舞都不行，就只能靠着抱团打压别人才能出道了，也没必要吠得这么大声吧？我可是打狂犬疫苗的，难道会怕你？张书月足足愣了10秒，然后才不可置信的指着我的鼻子骂道：你疯了，你敢骂我？骂你怎么了？你要是听不清，我还能刻你墓碑上，羽管你嘴巴放干净点，自己丢了人，别找书月撒气。其他几个女生纷纷护住张书月，我悠了声，眸光沉沉看向他们。是我的错，打狗忘记看主人了。张书月脸色一黑，几个女生立马脸色涨红的辩解，我们不是那个意思，什么主人什么狗，你别乱说。我耸了耸肩，耻笑我说，你们是主人了。所有人脸色凄凄沉了下来。张书月还是第一次被人指着脑门，骂得这么难听。他在网络走红这么多年，怕是入了娱乐圈，身边也都是捧着他的。尽管有人讨厌他，但出于体面，还没人骂得这么简单粗暴。他一时间捂着胸口，气得眼眶通红，却找不出还嘴的话。我偏偏还在疯狂输出，管什么脸色，瞅你那撅着嘴瞪着眼的样子，好像一头愤怒的荷兰猪。羽管别说话，就算你闭嘴的样子很像个傻缺，也比你开口让人家确认你是个傻缺来的。强人面如屎色，开口也不是，闭嘴也不是。终于张叔又受不了了，他恶狠狠地看着我，唧唧道，我不跟你逞口舌之快，等你被节目组淘汰，被网友骂到只能回家种地就老实了。其他人也立马道，就是我们是高素质女明星，不跟你这种乡下来的泼妇计较。羽管疯了，跟节目组说说，让他早点滚蛋吧。他们放完狠话，像是生怕再对我骂，一溜烟的跑了。回到练习室，众人都幸灾乐祸的看着我，留在这里的大部分都是没被选进直播的，他们很嫉妒我走了这个狗屎运，又亲眼所见我出的事故，因此早就等着过来嘲讽我。有些人就没有走红的命，以为天上掉馅饼吗？没成想是屎喂的。善良女生抱团的现象很严重，以往我不是没被欺负过，但我通常都是息事宁人，能忍则忍，毕竟大部分没资源和背景的选手都和我一样，大家只盼着能够安稳的度过选秀期，出道后一雪前耻。但现在我出道的希望都破灭了，还忍什么忍？一次我看向那个率先开口的女生，毫不犹豫的对了回去，是一股屎味，不知道的还以为你早起没刷牙。羽管你骂谁呢？谁破防我骂谁啊？练习是因为我的还嘴。寂静了片刻，大家惊讶的看着我，旋即又了然的笑笑，估计都以为我受打击太大疯了吧。短发女生笑着出来打圆场，好了，别吵了，下周就二公表演了，咱们今天先把 C 位选出来吧。她话音刚落，众人立马露出各异的神情。刚才被我对过的女生立马举手道，我选小雪当 C 位。虽然羽管的评级是最高的，导师也建议她做 C 位压场子，但是小雪这么努力，我们该给她一个机会。而且小雪是咱们组唯一一个短发，造型上就很吸睛，比某些只会搔首弄姿的人强多了。我也投小雪一票。练习室里，包括我在内，一共有8个女生都投给了小雪。小雪是那个短发女生，她闻言得意的一笑，偏还要茶气十足的说，我是觉得谁当 C 位都好了，只要咱们组能赢就行。不过既然大家这么相信我，那你就退出啊，跳得这么难看，唱得跟鸭子叫似的，也好意思占 C 位。人类进化的时候，是不是忘记带上你们了？练习室陷入了死一般寂静。小雪咽了咽口水，像是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你怎么能这么说？羽管 C 位也没写你名字吧？但他把票投给我有什么错？我冷笑了声，那你就不要说什么能赢这种话。你摸着自己的良心说，你拿了这个 C 位，是奔着赢去的，还是尽头？小雪脸色一僵，她撇了撇嘴，不管怎么样，
总比你这个搔首弄姿、黑料缠身的人好吧？就算你业务能力强有什么用？选你当 C 位，咱们组岂不是要被人笑死？其余组员都不满道，余管你别欺人太甚，自己在外面受了气，凭什么把火气撒在小雪身上？导师推荐你当我们组 C 位，因为不知道你是这种刻薄的人，比起输赢，我们更看重人品，就是不选你。我翻了个白眼，事到如今，我都快被逼着退赛了，还在乎一个 C 位？我只是看不惯他们惺惺作态的样子而已。你家里是生产麻袋的吗？一个个的都这么能装，既然都把话说开了，那以后的舞蹈和声乐就找 C 位，抠细节吧。我有点困，先回去睡觉了。说完便起身离开了休息室，独留小雪等人面面相觑，气得脸色铁青。旅馆太恶心了，他自己吃瘪也不想咱们好过。没事别忘了练习室有摄像机，等节目组把这段剪辑出来，他肯定会被骂死的。我当然知道练习室都有摄像机，因此换做以前，哪怕我动作和声乐都已经做到完美，哪怕他们并没有选我当 C 位，我也会尽善尽美的帮他们扣舞蹈动作和声乐。一公的时候，张书月不就靠着我给他想的动作和高光拿到不少票吗？而现在我都要退赛了，自然懒得管。连日的训练时我身心俱疲，只想回宿舍好好休息，养精蓄锐，可偏偏有人不让我好过。张书月此刻应该在练习室，宿舍只有另外2名室友看见我，他们露出意味深长的笑，我的视线在他们的脸上定格3秒，心里升起不耐烦，又来了这小学生的把戏。我面无表情的翻找了下床和衣柜，最终在鞋子里找到了隐藏在鞋垫底下的2枚图钉。这双鞋子是我即将在2公舞台穿的。我拎着鞋垫冷冷的看着他们，谁放的2人？小人得志的看着我，我也不承认。什么意思？我们怎么可能干这种事？就是啊，你可别冤枉好人。这种手段他们做过许多次，仗着没有证据，屡试不爽。以往我为了宿舍环境，总是选择忍让自己吃这哑巴亏。然而现在，我冷笑了声，在他们惊疑不定的目光中，突然抱起上前，抓住其中一人的头发，将鞋垫子死命的往他的嘴里塞。喜欢玩是吧？那我让你玩个够怎么样？好不好玩？我刚买的鞋垫子，真是便宜你这张臭嘴了。我塞完一个，又攥住另一个的马尾，将另一个鞋垫子往他嘴里塞。我最近是不是记性不太好啊？忘记自己是不是给你们好脸色太多了？什么妖魔鬼怪，魑魅魍魉都敢来我面前作威作福了。2人面如屎色，疯狂抗争，失声尖叫。啊，旅馆，你疯了吗？敢把这臭东西往我嘴里塞，你就不怕我们向节目组告状，把你踢出去吗？我简直杀红了眼，索性破罐子破摔去呀，正好让他们查查，贼他妈的往我的护肤品里加东西，枕头底下藏针。我的鞋垫子再臭，能有你俩的嘴臭？你们的恶臭程度，是拿马桶刷刷牙都会被马桶刷嫌弃的程度。宿舍一片混乱，2个人七手八脚，可都不是我的对手。一场混战下来，他们头发凌乱，衣衫不整，而我连脸色都没有变一下，直到张书月回来，才停止了这场闹剧。好了，他一个马上就要滚出娱乐圈的人，跟他计较什么？马上就是2公秒，等他从节目组滚出去那天，咱们再好好嘲笑他也不迟啊。2人被他这番精神胜利的话安慰，恶狠狠地看着我死疯，只等着灰溜溜的滚出去那天吧。因着我这一闹，接下来的1周，宿舍里谁都没有再主动惹我。我每天过着整点上课整点下课的生活，不用费尽心思和别人处好关系，也不用再去教别人唱歌跳舞。别说还挺爽。临近2公前1天，导师来检查我们的彩排情况，别的队伍都稳定发挥，轮到我们这队时却频频出错。
看得导师一个劲的皱眉，没等我们跳完，便忍不住出声质问，练了这么久，就是这个水准吗？别说公演直播，就连录播都拿不出手。女生是一档全新的选秀综艺，每周六的晚上，网上会放出剪辑好的综艺视频，内容是秀人们在训练营的生活、练习等情况，目的是吸引网友。而所有的舞台公演都会在星期日的晚上以直播的形式呈现，也就是说，周六放出的综艺是为了让粉丝了解秀人，以便于网友能在周日为喜欢的选手投票。导师又说了几句，突然指着在角落里一脸事不关己的我，问到 C 位怎么换人了？之前不是说好让旅馆坐 C 位吗？他唱跳都很好，台风也很稳健，有他在，你们也不至于这么拉胯呀。几个女生脸色顿时垮了下来。导师旅馆的风评这么差，我们哪敢让他当 C 位？别连累我们组全员挨骂。反正他明天过后就要被淘汰了，当不当这个 C 位都没什么关系的。几位导师闻言微微蹙眉，他们是知道最近吵得沸沸扬扬的舆论的，对于节目组的安排他也没办法，只能摇着头道娱乐圈的真真假假谁又说得清。不管语管如何，你们的水平不够，公演是板上钉钉的事。小雪急了，瞪着眼，脸色铁青。谁说的导师，你别一概而论，万一网友就喜欢我们的风格呢？导师气得摆摆手，